师傅，您忙到3点半，连口水都没喝，肯定低血糖了。这是我刚才自个儿掏钱买的花生米，您先垫垫肚子。有心了，知道我就好这口。对了，明儿首富李总要来店里，备菜都妥了吗？只要明天的宴席让李总满意，青宁这家店就算彻底在这条街站稳脚跟了，我也能放心退休养病了。放心吧，都按您的吩咐备齐了。爸，你也是老员工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店里的规矩吗？给顾客的食物不能自己吃。乡主，这是我徒弟王恒买给我垫肚子的，你误会了。什么误会？这分明就是我们店里的盘子，装的就是我们店里的花生米。青宁，妈，你们快来看，真是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江主，爸就好这口，不就是一盘花生米吗？他又没吃别的。青宁，话不能这么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店也有店的规矩。吃花生米是不算什么，但这是原则问题。被外人知道了，以为我们店没规矩。今天有人偷吃花生，明天就有人有样学样敢偷收银台的钱，那我们生意还要不要做下去？要是实在管不住手，我看这厨师换个手脚干净的也成。爸，要不你就给大家道个歉吧，就一句话的事儿，咱们小事化了，行吗？青宁，连你也不信你亲爹。喏，这个月的1000块生活费拿好。沈师傅，您又自己贴钱买好肉，这别声张，为了店里名声，值得。沈师傅，您又自己贴钱给我们发工资，这好好干，把菜做好。一盘花生米，让我看清了我的亲女儿。既然我的女儿也不信任我，觉得我是家贼，那这主树我不干了。依着你婆婆的意思，赶紧换个手脚干净的吧。爸，你非要在这时候跟我闹，让我难做吗？你就不能替我考虑一下，替这个家考虑一下？我不替你考虑，为了你这个店，我起早贪黑，我还不算为你考虑吗？爸，这做错事儿了还不让人说两句，您现在怎么越老越糊涂，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啊？就是，就因为这2句话就要撂挑子，至于吗？亲家爹，人活一辈子都是为了儿女，你这当爹的能不能有点责任心？责任心？他深知外面请个大厨起步也要7、8千，像我这种国宴回来的，没2万根本没人接手。他刚才说换厨师，不过是想以此要挟，彻底把我这个免费劳动力踩在脚底下。我沈子海活了一辈子，清清白白，从没受过这种委屈。你们另请高明吧，我哪来的回哪去，伺候不起你们这几尊大佛。师傅一直教导我不能拿饭馆任何东西，这花生米是我自个儿掏钱买的，你们不信可以查监控啊！闭嘴！这是我们一家人的事情，有你个学徒说话的份儿吗？你们不就是仗着监控坏了，才敢在这儿监守自盗吗？现在拿监控说事儿，演给谁看呢？讲到底，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认个错不就过去了？可你们非得撒谎，不就是偷了东西又拉不下面子承认吗？我沈子还买不起一盘花生吗？我再问问你们，我是沈清林的亲爹，就算我今天真在这吃了一盘花生米，又怎么了？难道我不配吗？青宁，这是你爹，你倒是说句话呀！毕竟我是他亲爹，曾经供他吃穿，从不亏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总该站在我这边了吧？爸，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你想吃什么都可以，跟我要，也可以自己去买。但你一声不吭从饭馆拿，那就是偷。要是明天亲戚们都学你，我这饭馆还开不开了？你说什么？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赶紧道个歉算了，别在这让外人看笑话。你不怕丢人，我还嫌丢人。你哎呦，不会是要装病吧？快打120！快打120！亲家公，你这戏演的也太过了吧？您肯装病也不愿意道歉，真是够顽固的。
你能不能给青宁省点心啊？就是，刚才青宁说的哪句不是实话？你至于委屈成这样吗？现在大环境这么卷，你要是带起这股监守自盗歪风邪气，我们这饭馆还开不开了？爸，你就别闹腾了，安分点行吗？赶紧起来做菜。中午李总点名要来咱们这儿吃饭，只要你把菜做好了，李总吃美了，花生米的事儿我就做主不计较。你们疯了吧？师傅都疼成这样了，能是装的吗？我这是打急救电话。好了，消停点，外面人多眼杂，要是被李总知道咱们店里叫过急救车，多晦气，这生意还做不做了？就是，你也是我们店里的员工，吃我们的喝我们的，怎么一点都不为店里考虑？我看跟你师傅一个样。青宁，这种不懂感恩的员工留在家里，指不定哪天就给咱们闯大祸。妈说的没错，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王恒，青宁呢？是我一个人送你来医院的。老板娘她说她没空陪您演戏装病，让您别闹了，赶紧回厨房干活。罢了，以后我就当没有这个女儿。师傅，我想请您去我家做总厨。5星级酒店还要给我70%的股份，东家给厨子分70%股份，这放在全球都是头一份。师傅，实不相瞒，我和父亲从海外回来创业，一直想进军餐饮业，我们久仰您大名，但您之前不愿出山，我才隐瞒身份拜师学艺。如今看您受这种委屈，我实在忍不了。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以后我认您做干爹，给您养老送终，这一条我也写在协议里了。好，我答应你。干爹，以后儿子一定好好孝敬您，给您养老送终。我一定会让你成为顶级大厨。大哥，青宁已经把事情跟我说了。慈善，你来了，你不用安慰我，我这心已经凉透了。谁说我是来安慰你的？大哥，你还要躺多久？这戏演的差不多就得了，别装病了。你说什么？我装病？哎呀，何必跟亲女儿计较呢？咱们当老的，最后不都是为了小的活吗？你现在这么闹，搞得大家都不痛快。哼，可真不地道。这就是我从小带到大的亲弟弟。当初他赌博欠债，是我掏空积蓄帮他还债，他没吃没喝，是我一口口省下来喂他。他明明知道我的人品，可现在一开口，竟然也是责怪。我没装，你瞎了吗？没看见我身上插着管子，打着吊瓶？大哥，我们亲兄弟一场，你心里想的什么我还不清楚。你这病都是假的吧？以前我还觉得你家庭幸福和睦，天天跟我炫耀女儿孝顺，没想到啊，大哥，你这日子也过得破破烂烂的。原来我又错付了。所谓将心比心，压根比不过嫉妒2个字。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弟，恐怕早就等着看我的笑话了。现在外边的亲戚都在传，说你平时装的正派，背地里连一盘花生米都要偷吃。青宁把这事传出去了，他劝不动你，只能发动大家伙帮忙喽。最后一致决定，让我来当说客。大哥，不是我说你，这么大把年纪，让女儿女婿省点心吧，人得知足，省得被人戳脊梁骨，以后没人给你养老。这就是我倾注全部心血养大的亲女儿，竟然在外面这样败坏亲爹的名声。那个餐馆，我死也不会回去了。庙小妖风大，我沈子海待不起。至于养老，你回去告诉沈清灵，我不用他养老。大哥，你是不是发羊癫疯了？不就一盘花生米吗？至于闹到装病的地步吗？这不是一盘花生米，而是日积月累的心寒。你真是老糊涂了，不可理喻，我懒得劝你。
爸，你快跟我回去！昨天李总吃的很不满意，说菜里没了那股子神韵。我已经求了李总好久，他才答应7天后再来一次。你现在立刻跟我回去备菜，别在这装病了。放手！我病了，做不了。爸，别装了，你身体一直都很好，怎么可能突然就病了？是啊，要不是为了你操劳这2年，我好好的身体怎么会因为劳累过度病了？你们请新的大厨吧。我实话告诉你吧，确实请了新大厨，我婆婆介绍的，手艺好得很，所以这次不需要你掌勺，你回去给他打个下手就行了。毕竟厨房现在少了2个人，根本忙不开。你说什么？你要我回去给别人当喽啰使唤？堂堂国宴总厨，这辈子什么时候给别人打过下手？沈清灵，你这是在践踏我的职业尊严，是在羞辱你亲爹！爸，我们已经退一步让你打下手了，你怎么还不知足？非要把整个家闹得支离破碎，你才甘心吗？清宁，你以前很孝顺，是爸的小棉袄，为什么现在变成这副模样？是觉得翅膀硬了，看不上我这把老骨头了？你走吧，我不会跟你回去的。爸，你要是这种态度，那咱们可就要好好算一笔账了。你要跟我算什么账？这2年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生活费，2年就是2万4。至于你平时的吃喝，我就不要了，给你抹个零头，给我2万就行，扫码还钱吧。沈清宁，你这也太白眼狼了吧！照你这么算，师傅把你抚养成人花了多少钱？送你出国，供你吃穿，你怎么不算算那些钱？一码归一码，每个月1000走的是公账，是我爸在湘菜馆上班的生活费，说不干就不干了。是我爸违约在先，不还钱，这不让我做女儿的难做吗？看来他是觉得请到了新大厨，不用靠我了。不就是2万块吗？我给你，钱给你，从今往后，我和湘菜馆2清。好啊，爸，既然你这么硬气，希望你以后别后悔。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答应去湘菜馆帮你。还愣着干嘛？点击付款。师傅，您别激动。医生，快来人啊！医生，我爸知道错了，把钱还回来了，2万，1分不少，拿回来就好。哎，清灵，你爸那样子到底是不是装病？8成就是，我看他手劲大着呢，分明就是想装病让我服软。他是我爸，我还能不了解他？只要做好李总那一餐，500万注资就到手了。到时候咱们店鸟枪换炮，以后各界名流都得排队给咱们送钱。你们放心，我请的这位陈大厨，那可是我知根知底的，绝对不小偷小摸，而且什么菜系都会。到时候大鱼大肉端上去，肯定能让李总吃美了。沈子海那老头就会做点白菜豆腐，清汤寡水的。我请的可是大席厨子，到时候给首富整点大鱼大肉，那才叫气派。这么大的馆子，油水肯定多得流油，这下发财了。我沈子海的菜虽看似家常，但每一道都是国宴级的独门手艺。你们以为大鱼大肉就能打动李总？7天后，看看到底是谁后悔。李总，你可算来了，快请进，快请进。上次你们说主厨生病让我等7天，我今天带的可是最重要的客户，绝不允许再出任何差错。李总，您放心，后厨都安排好了，今天准备的都是硬菜，保证让您和您的贵客吃得舒心满意。那就好。
那李总，关于上次提的投资的事，今天把话放这儿，李某就是冲着你们家那位大厨来的。只要今天这顿饭吃好了，注资500万不算什么，追加到1000万都不在话下。但要是你们还敢拿上次那种东西来糊弄我，后果自负。哼！妈，你确定那个新大厨没问题吧？要不我还是去医院把我爸求回来。不就是做点破家常菜吗？我看你就是胳膊肘往外拐，非要把你爸叫回来。哎呀，你怕什么？我请的那位大厨，那是10里8村都夸的手艺，比你爸那几道清汤寡水的菜强多了。师傅好，主厨好，传承手艺，不期时刻，开灶。太清楚了。哇！这味道绝了，像是国宴级别的水准。这家店的主厨简直是厨神下凡。李总，您快尝尝。李总，您这是？这叫东坡肉，又柴又腻，连猪毛都没拔干净。这火候比我上次吃的还差。这可能是人难免会失误，您再尝尝这道招牌清蒸鱼。我给你们7天时间，你们就拿这种玩意儿敷衍我？这红烧肉都是臭的，你们是想害死我，还是想毒死我的客人？李总，您别动怒，这么多菜呢，肯定有对您胃口的，您再试试别的。是啊，李总，这猪蹄软糯入味，您尝尝。还吃什么吃？当我没吃过好东西吗？我要见主厨，我不相信这些垃圾是沈师傅炒出来的。说，你们是不是把人换了？李总，您说笑了，主厨是我亲爸，我们怎么可能换掉他呢？可能是他今天身体还没完全好利索，状态不太好，才发挥失常。李总，您别生气，这事我们来处理。妈，你当初不是拍着胸脯跟我说，找来的这个厨子手艺绝对靠谱，完全能顶得上我爸吗？这厨子在咱们老家确实厉害啊！村里不管是红事白事的流水大席，全都是他掌勺。10里8乡的乡亲们个个都夸他做得好，谁吃了都说香。什么？你居然找了一个只会做农村流水大席的厨子，来给身家亿万的首富做菜？你这哪里是给我添乱？你这是明摆着要害死我们全家，要把整个湘菜馆彻底毁了！行了，事到如今，你怪我还有什么用？骂我也解决不了问题。当务之急是赶紧把你爸喊回来救场。只要你爸肯回来，亲口承认这桌菜是他做的，再给李总低头道个歉，重新亲手做一桌好菜，这件事肯定就能翻篇儿。我爸他到底在闹什么脾气？都到这种火烧眉毛的节骨眼上了，他再不接电话，整个湘菜馆就要被他的任性彻底搞倒闭了。你爸肯定还在生之前的气，心里没消气呢，再打。说到底是亲父女，哪有什么隔夜的仇？实在不行，你说话语气软一点，跟他服个软，低个头，他肯定就接电话了。好，我再给他打最后一次。师傅，咱们店里生意实在太火爆了，外面排号机的号码纸全都用完了。可就算这样，还有好多顾客守在门口不肯走，非要等咱们家的位子。不能让顾客白白浪费时间等着。走，我亲自出去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您拨打的电话正忙，请稍后再拨。挂了，他居然敢直接挂我电话！再打，快再打一次！爸，李总要见你，你马上给我回湘菜馆来，立刻，马上！我怕他把我拉黑了。这家味道怎么样？
值得排这么久吗？值，太值了！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香菜，没白等。我明天还得带全家再来。真的假的？我以前觉得那家老牌湘菜馆已经是天花板了，这家能比那儿还好？不可能吧？各位，实在抱歉，今天的备菜号已经发完了，没领到号的街坊只能明天再来了。这不是湘菜馆的沈师傅吗？真是沈师傅，原来您到这儿来了。难怪味道这么正。沈师傅，只要是您掌刀，您在哪儿我们就去哪里吃。以后我们再也不去那家湘菜馆了，咱们就认准沈师傅，认准张氏酒楼。到底怎么回事？这种猪食一样的东西也敢端到我面前？李总，您消消气儿，这中间可能有点误会。来，您先喝杯酒。沈师傅呢？让他出来见我！再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和你们湘菜馆取消合作，再也不会来了。李总，您别生气，我爸他这几天突然生病住院了，还没出院呢。这些菜是由于他不在，徒弟们发挥失常。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明天他出院了，肯定能回来。李总，你别在那家湘菜馆浪费时间了。我刚打听清楚，湘菜馆的主厨沈师傅都被那家人欺负走了，现在在张氏酒楼坐镇呢，生意火爆的整条街都瘫痪了。什么？走，去张氏酒楼。刚才李总说什么张氏酒楼江竹，这附近有这家店吗？我怎么听都没听过。说是最近刚开业的，就开在咱们斜对面那个转角。我也是前2天才偶然瞥见的。哼，我经营湘菜馆这么多年，这片地界还没人能越过我去。走，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草台班子，敢这么大胆子抢我们的生意。李总，您尝尝这个，别看它卖相简单，就只有白菜和豆腐，这味道堪比燕窝。江总，你这牛吹得有点大了吧？就这白菜豆腐，再怎么做能好喝到哪儿去？说真的，这是我这辈子喝过最好喝的汤。太好喝了，食材本身的清甜味道完全被激发出来了，没有多余的调料味儿，还有一丝沁人心脾的清香，喝完真是畅快淋漓。如此高超的厨艺，这绝不是普通厨师能做出来的，恐怕是国宴大厨吧。李总好眼力，我打探到的独家消息，这位掌勺的沈师傅确实是曾经隐退的国宴大厨。听说这家酒楼为了请他出山，费了9牛2虎之力，花了不少心思呢。我一定要见见这位主厨，我想邀请他负责我下个月的家宴，不管多少钱都行，只要他肯答应。哎，大哥，问一下，这家酒楼到底是卖什么的？真有这么好吃吗？值得排这么久的队？那当然了，我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地道的湘菜，就算排2小时队也值啊！论湘菜，哪有对面我们家湘菜馆的正宗？我就不信能比我们家的还好吃。你们这就不知道了吧？这家酒楼的主厨可是曾经的国宴大师，做湘菜的一把手，手艺那是没得说。人家不仅菜做的地道讲究，味道好，价格还实惠。不信你们自己看门口的菜单。这价格比咱们店面便宜了整整3成，这怎么可能？那又怎样？便宜也未必有我们的菜好吃，说不定背地里偷偷用的是烂菜叶子，才敢卖这么便宜。走，进去看看，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名堂，是不是真的像他们说的那么厉害。这菜味道真不错，还是这儿的菜合口味。几位久等了，这是我们店推出的特色开胃菜白菜豆腐汤，各位先垫垫肚子，菜单马上就给您送过来。这一看就是连我都能做的普通豆腐汤，没什么稀奇的，能好喝到哪里去？估计又是噱头罢了。就是，我看这酒楼的人气大部分都是花钱买来的营销，这帮食客说不定都是被骗来的托儿。这味道，老婆，怎么了？
是不是很难喝？这不就是我们家以前那个豆腐汤的味道吗？一模一样，分毫不差。没错，这就是咱们自家的味道，连那股清香的比例都一模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在这里？哼，我就说他那天被开除的时候怎么不哭也不闹，原来是早就攒好了家底，准备另立门户跟咱们打擂台啊！肯定也是趁着在后厨打杂的时候偷师学去的。小小年纪，真是心机深重。他这就是存心跟我们作对，想断我们的财路。三位是来吃个饭的话，未免动静闹得太大了吧？我不来，怎么能知道你居然干出这种背德偷师的行径？王恒，好歹你也在我饭店里干了1年多，你这么做对得起自己吗？对得起我爸吗？大家快都别吃了，都听我说。这家店的老板原本是我们湘菜馆的一个小学徒，他手脚不干净，偷了我们家的祖传秘方出来单干。这里所有的菜全是抄袭剽窃我们家的。不是，这是抄袭啊！真的假的？抄袭啊！我之前去对面的湘菜馆吃过，味道确实很像。那这小伙子太不地道了，偷师可是行业大忌，恐怕要让各位失望了。我确实是这家酒楼的老板，但我并不负责主厨，更没有参与任何做菜的环节。不可能！如果你没偷师，这菜的味道怎么会跟我们湘菜馆一模一样？就算不是你剽窃，也肯定是你们请的那个主厨剽窃。让你们主厨出来，我要跟他当面对质，看看什么样的贼敢偷到我沈家头上。你想怎么对质？爸，你怎么会在这里？爸，你跟我实话实说，这汤是不是你做的？是我做的。你们在这儿大吵大闹，到底想干什么？你还问我想干什么？我都跟李总说你生病住院了，你倒好，没在医院躺着，反而出现在对头的酒楼里。你知不知道李总刚才怎么看我的？王恒是我徒弟，他酒楼开业，我这个做师傅的过来帮帮忙，难道不应该吗？哎呦，真是亲爹啊，胳膊肘往外拐的都要折了。爸，你怎么能这样做？我之前低声下气的去医院求你回来帮忙，你置之不理，转头就来给徒弟撑场子，你这是在抢女儿的生意，是在存心跟我们作对。爸，你这事办的真是太不地道了。就是啊，天底下哪有亲爹跟女儿女婿抢生意的？大家快来看看，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父亲，简直是老糊涂了。行了爸，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赶紧跟我回去。只要你现在回去给李总重新做一桌菜，之前的事儿我既往不咎。丢人现眼？你凭什么觉得我在这儿是丢人现眼？沈清宁，你记性不好，我帮你记。欠你的生活费我也还清了，现在我和湘菜馆一刀两断了，你管不了我，我爱去哪里就去哪里，我想给谁做菜就给谁做。爸，你真是一把年纪了还赌气，你非要闹到这个地步吗？你好好想想，在自家店里你还能当个受人尊敬的主厨，但出了那个门，你也就是个给别人打打下手，做做开胃前菜的命。当年清宁他妈妈走得早，我为了照顾他不得已才隐退，没想到在他心里这么看不起我这个爸爸。在你的眼里，我沈自海这辈子就只配是个给人打下手的命。那不然呢？你肯定也听说了，张氏酒楼请到了真正的国宴大厨坐镇，就凭你那两下子，在这里顶多就是个打杂的，怎么可能混得出头？听我的，回去帮自己家人，咱们才是一家人，利益是一体的，总比给外人卖命强。是啊，爸，只要你现在认个错，跟我们回去，以前那些不愉快，我们都既往不咎。在别人手底下看人脸色干活，和在自家店里当家做主，这区别您总该清楚吧？再说了，您一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万一哪天您在后厨累倒了，这帮外人肯定二话不说就把您扫地出门，
谁会管您的死活？你别胡说，我待师傅就像亲生父亲，只要有我在，张氏酒楼没人不敢不尊敬师傅。这种时候，你们倒是开始学会为我设身处地着想了。但我告诉你们，比起在湘菜馆被你们说偷吃花生米，我宁愿在外面清清静静的做我的菜。行了行了，爸，你别在这儿闹了。我可以大度一点，原谅你这次监守自盗的事，以后谁都不许再提。现在赶紧去收拾东西，跟我走，省得等下那位传说中的国宴主厨回来了，发现你在这儿招摇撞骗，还要把你灰溜溜的赶走，到时候更丢脸。沈师傅，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师傅，这位是首富李总，李总这次亲自登门，就是为了请您出山的。感谢李总的选择与厚爱。沈师傅，您刚才那道香菜简直是惊为天人，我这辈子走南闯北就没吃过这么地道的味道。我下个月的家宴，恳请沈师傅务必亲自操持，条件您随便开。我没听错吧？李总说沈四海是曾经的国宴大厨。李总，您是不是认错人了？我爸他就是个开小餐馆的，他真的是传说中那位国宴大厨吗？是，当初师傅因为放心不下你这个亲生女儿，拒绝了无数5星级大饭店递过来的橄榄枝，他决意隐退，收敛光芒，一心一意守在那间湘菜馆帮你经营，就是想让你过得好一点。结果呢？你们这家人不识好歹，把师傅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硬生生将他最后一丝耐心都磨没了。怎么会这样？不可能的，爸从来没说过这些。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们这是在质疑我的眼光吗？我能去你们那间湘菜馆，就是为了品鉴沈师傅的国宴手艺。结果呢？你们给我吃了一堆什么烂东西？天底下也就只有你们这种没眼力见的，才会把绝世珍珠当成廉价榆木。爸，你作为我亲爸，居然瞒着我这么大的事情，你对得起我吗？你是不是压根没把我当亲生女儿？现在还联合外人一起对付你自己的亲生女儿，看我出丑，看我被李总撤资，这就是亲爹该做的事情吗？我这些年都是为了你。师傅，您冷静点，别激动，还愣着干什么？把这3个人给我赶出去，立刻把他给我带走！你们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呸！心眼小的跟针尖似的，亲爹报复女儿，真是活久见了。青宁啊，你说以后我们该怎么办？离了谁地不转？就算没有首富注资，没有我爸的厨艺，我也能把湘菜馆好好经营下去。我就不信了，凭我的本事还能饿死？没错，老婆，咱们新请来的那个厨子，那可是10里8乡都认可的口味，做大席那是绝活，咱们的生意肯定能红火起来。师傅，您刚才脸色太差了，咱们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没事，就是刚才气急攻心，有点低血糖，缓一缓就好了。师傅，您先垫点，这花生米刚炸好的。沈师傅，您受累了。像您这样的国手，实在不该被家务事困扰。刚才的邀请依然有效，我下个月的家宴，真心希望由您来主持。不知沈师傅意下如何？既然李总这么看得起我，这活儿我接了。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沈老板，打算给我开多少工资啊？陈师傅，我爸以前在这儿帮忙的时候，一个月是1000块钱。你看，沈自海那是你亲爹，给你帮忙那是尽义务，我能跟他比吗？现在外头主厨什么身价你们也清楚。虽说我是姜老太的老乡，但公事还得公办，我也不多要，一个月2万。2万？陈父你疯了吧？你这狮子大开口啊！姐，我在外头那都是3万起步，跑这儿来喊2万，那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而且
这只是底薪，每天买菜买肉的钱得另算。妈，你不是说他是老乡能便宜点吗？怎么比我爸贵这么多？我哪知道这小子现在这么黑心啊！本市首富李总今日老婆，你看张氏酒楼都要挤破门了，咱们要是再没主厨，客人全跑光了。不如先试用他3个月。以前爸在的时候，餐馆1个月起码进账10万、2万，咬咬牙也不算贵。行，2万就2万，但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每个月16000。16000？嘿，在村里当帮厨1个月才6000，这家人果然人傻钱多，我得先骗住了，以后买菜买肉油水多的是。成交。江老太，咱们这菜都见底了，买菜的预付款该给一下了。拿去，省着点花。500？江老太，你跟我开玩笑呢？这500块钱顶多够买3天的菜，1个月起码得3万起步。3万？你抢钱啊！以前沈子海在的时候，1个月才问我拿1000。哎呦我的姐，沈子海那8成是拿自己的养老金在倒贴你。哼，我1个月拿16000的薪资，你再问我要3万块买菜钱，那我这不就是倒贴钱上班吗？我不管，反正我就给你这么多，你要懂得开源节流。现在大环境不好，每1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行，开源节流是吧？那还得从供货商这儿开始。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跟你说虚的，我其实认识个供货商，东西好，价格低，实惠的很。要是换了他，咱们1个月起码能省下2万块。真的？能省2万？那还等什么？赶紧换！这里的火候再收1分。香菜讲究的是那个鑊气，不能软塌塌的。喂，李烨啊。沈师傅，打扰您了。那个湘菜馆那边换了个新主厨，刚才直接通知我不合作了，连之前的结余都想赖掉。什么？他们居然这么过分？沈师傅，我现在手里压了一批新鲜食材，如果没人接就会烂手里。哎，您看张氏酒楼这边还缺不缺供货商？李烨，你跟我合作了这么多年，食材品质一直很有保障，我信得过你。这样吧，你把货送到张氏酒楼来，我们继续合作，价格按以前的走，1分钱不给你少。哎呦，沈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合作了10年的老关系，说断就断，沈清宁到底在搞什么？师傅，您听说了吗？对面的湘菜馆换供货商了。刚听说李烨给我打过电话了。师傅，您猜他们换了谁？换了一个叫白鹤的。那人我之前在别的饭店干活时合作过，圈子里出了名的黑心，好坏混卖，拿死猪肉冒充鲜肉那是常有的事儿，早就被咱们这片大部分餐饮老板拉黑了。也不知道沈清宁他们怎么想的，跟这种人合作，这不是等于自败口碑，把客人往火坑里推吗？贪小便宜吃大亏，这店怕是快到头了。以前在湘菜馆买菜挑食材这些苦活累活都是我一手包揽，沈清宁他们基本等于坐在那儿数钱收钱，根本不知道这里面的门道，连食材的根基都敢乱动，他们这简直是自取灭亡。师傅，有个好消息，咱们酒楼开业才7天，流水已经把装修钱全赚回来了，这全靠您坐镇。这是给您的额外分红，里面有5万。你已经给了我很高的工资了，这分红我不能拿，你留着周转。师傅，您就收下吧，要是没您那几道招牌菜，酒楼哪有这名声？这是您应得的。真是讽刺，在自家亲女儿的店里干了2年多，别说分红，连工资都没见过1份，反倒是在徒弟这儿拿到了应有的尊重跟肯定。行，那我就先替你收着。走吧，去菜市场，我得亲自去采买。师傅，您现在都是总厨了，这种小事交给下面人去办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太辛苦了。王恒，你记住，食材是餐饮之本，这上面一点差错也不能出。我们要100%对得起进店的顾客，否则那就是在自砸招牌。师傅，您挑的这些黑猪肉确实不一样，闻着都没那股腥臊味儿。您说的对，我们干饭店的还是得亲自把握食材才行。
我还当是谁呢？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国宴主厨吗？哼，买这么多东西，这是发了大财啦！怪不得怎么都不肯回来，为了钱，连亲女儿都不帮了。青宁，虽然我不在湘菜馆做了，但为人父，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做餐池，食材是最重要的，绝对不能马虎。你少在这里说教！你以为离了你我就不行了？我实话告诉你，我已经找到了非常靠谱的主厨，手艺比你强多了。就算你背叛我这个亲女儿一走了之，我照样能把湘菜馆经营得很好，我根本不需要你。哼，没错，我们新招的陈师傅不仅有实力，人脉还广。我看你以前故意选那些贵的供货商，就是为了吃回扣、中饱私囊吧？幸好我们当初及时发现你手脚不干净，把你给清退了，不然我们湘菜馆还不知道要吃多少闷亏。中饱私囊，手脚不干净，你们是真的没救了。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师傅在湘菜馆干了1年多，我的工资全是他自掏腰包发的，他1分钱没拿你们的，你们还敢在这里污蔑他？王恒，算了，没必要跟他们说这些，我们走。这家湘菜馆我上个月刚来过，那水煮牛肉的味道绝了，待会儿你们多吃点儿。您的水煮牛肉，请慢用。哎，老张，你确定是这家？这肉味不对啊，怎么一股子怪味？你是不是没吃过正宗湘菜？疼！哎呦，肚子好疼，这肉不对劲儿。出事了！有人中毒了！别吃了，这菜有毒！快打120，快救人啊！你们家到底在饭菜里放了什么东西？都快要出人命了！不可能的，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家主，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报警，快打120急救电话！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这种黑心餐馆一定要投诉举报！你们别在这儿胡乱造谣！我们湘菜馆开了这么多年，从来没出过这种荒唐事儿。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别的地方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故意跑到我们店里来碰瓷赖人？未必就是吃了我们家饭菜才中毒的。哎呀，我的衣服！自己好好看看这肉，肉质发柴发黑，一股子腥臊怪味儿，一看就是最差的注水劣质猪肉。何止是肉有问题，你看做菜的油颜色浑浊发暗，说不定全都是地沟油。各位请冷静，我们的食材绝对新鲜，全程卫生都有把控，我绝不会做自砸招牌的事。卫生合格，谁会信你的鬼话？走，大家一起去后厨看看，倒要瞧瞧你们这帮黑心商家到底给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这就是你口中的卫生合格，这就是你说不会自砸招牌。大家快看，这就是他们用来做菜的地沟油，铁证如山。你们简直丧尽天良，等着赔钱，等着关门倒闭。完了，全都完了。怎么会这样？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陈父，你给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沈老板，这事能怪我吗？帮厨的工资拖了1个月都没人结算，谁还愿意留下来干？人都走光了，没人打扫收拾，后厨能不乱成这样吗？妈，你为什么不给帮厨发工资？到底是什么情况？我哪晓得还要给帮厨按月发钱啊？以前店里这些杂事儿都是沈自海一手打理，我从来没过问过，也不知道行情。再说你是后厨主厨，管理后厨人手本来就是你的本分，店里乱成这样，你还有脸往外推脱？哎呦，老太太，您可真会往别人身上甩锅。我跟你申请买菜经费，你前后总共就给了500块钱，500块钱别说给帮厨发薪水，就连采买正经好食材都不够用。
我也是为了给店里省钱，只能换成便宜供货商，这事怪不到我头上。至于顾客食物中毒，那是供货商食材不干净，跟我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身为后厨主厨，连食材品质都把控不了，偷偷用地沟油坑客人，现在闹出这么大麻烦，所有损失都该由你全权赔偿。让我赔钱？做梦！要不是老太太一毛不拔，死抠买菜本钱，我犯得着去找劣质供货商吗？做人不能什么好处都想占，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不懂，想花低价成本，还想吃出国宴水本的菜品，纯属痴心妄想。那个劣质供货商明明是你主动介绍来的，我看你就是个外人串通好，故意坑我们家的钱。走，跟我去派出所说理去。今天这事儿你不赔钱，哪儿都别想去。我不去，给我滚开！哎呦，我的腰，疼死我了！来人啊！大人杀人了！别吵了，都别再吵了！你还想干什么？滚！再让我见到你，我直接打断你的腿！看看你们这脏乱的后厨，还有这些三无地沟油，你们简直是谋财害命！这种黑店再也不来了。喂，怎么了？医院那边怎么说？那3个中毒的顾客洗胃保住了性命，但全都送进了重症 ICU。对方放了话，不光要我们承担所有医药费，还要正式起诉我们。现在全城都传开了，都说咱们店吃坏了人要出人命，往后再也不会有人来光顾了。完了，一切都彻底完了。当初真不该一时糊涂，把我爸硬生生赶走。说到底，他终究是你亲爸，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青宁，你去求求他，让他回来坐镇撑场子。没错，只要沈师傅肯回来掌厨坐镇，咱们这家店还有救。好，我试试。不行，他早就把我拉黑了。你给汪恒打电话呀！2号桌加的菜好了吗？你打电话来干什么？汪恒，我有急事要找我爸，你帮我叫他接一下电话。师傅，怎么了？师傅，是沈清宁打来的，说有急事找您。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爸，我再怎么不懂事儿，也是您唯一的女儿。您怎么能对我这么绝情，连一句话都不肯听我说完？您就没想过，我死去的妈妈在天上看着，心里该有多揪心？您这般冷漠绝情，怎么对得起她？我妈妈临终前千叮万嘱，求您好好照顾我，您现在却撒手不管，您让她怎么安心闭眼啊？爸，咱们当面谈行不行？您亲眼看看我们的诚意，要是您依旧不满意，转身就走，我绝不拦着。求求您了，求求您了，爸！就最后一次，见一面吧。我还是答应去见清明一面。你会不会觉得师傅太没原则，太容易被动摇了？师傅，我没意见，她毕竟是您的亲生女儿，我也盼着她经此一事能痛改前非。无论您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您等我一下，我开车送您过去。师傅，我在前面等你。爸爸，我以后一定给你开一家大饭店，比这个还要大。青宁在喜欢谁啊？当然是爸爸啦！哈哈。爸，我们店一直在赔钱，你来给我当主厨吧。老沈，菜还没好，爸，快点啊，客人都急了。不是老沈，3号桌的菜还没做完吗？马上就好了。干啥呀，爸？你心脏不好不是吃药了吗？怎么说你也不能耽误我上菜啊。爸，要不你就给大家道个歉吧，就一句话的事儿。放心吧，包在
在我身上。从小到大，我爸就吃我哭这一套。等会儿我再挤2滴眼泪，提提我妈，她肯定会留下来，而且绝对不要1分钱工资。好儿媳，全靠你了。还是你有办法能治得住那个老顽固。等你爸回来，我立马跟在旁边学厨艺，把他的那些秘方全掏出来。等我学会了，以后就再也不用看他那张臭脸，也不用受他的气了。什么家里人亲人，分明是3条吃人不吐骨的狼。爸，您什么时候来的？快进来坐。别装了，你们刚刚说的每一个字我全都听见了。我真是上辈子造了孽，才养了你这么个女儿。爸，你说话别这么难听。青宁是你唯一的女儿，你怎么能这样说她？而且你这个当爹的本就该为她尽心尽力，帮衬家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就是，连你亲弟弟都说你这事儿做的不地道，做人不能太自私。我自私？我这1年多自掏腰包补贴饭馆，我做的已经够多了。是你们欺人太甚，是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爸，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现在宁愿去帮外面的人，也不愿意帮我这个亲女儿，是吧？是又怎样？明明我才是受害者，明明我为他尽心尽力，自掏腰包补贴，明明是他先对不起我，不认我这个爹，到头来居然又把锅扣在我头上，真令人寒心。好，是你先对不起我的，以后你别后悔。师傅，是不是没谈好？从今天起，我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女儿。我沈子海这辈子再也不会踏进那家菜馆一步。怎么回事？今天怎么一个客人都没见着？是啊，真奇怪，平时这个点儿早就人满为患了，今天连咨询电话都没响过。师傅，不好了，出大事了！别毛手毛脚的，出什么事了？沈清宁他主动向新闻媒体告料，说你偏心外人，不帮亲女儿。现在你的名字挂在本地新闻热搜第1名，居高不下，全城的人都在背后戳你脊梁骨，讨论你呢。我看着我爸一个人在外孤苦伶仃，特意把他接到身边照顾，每个月都给他生活费，可他一点也不懂感恩。他带着徒弟处处针对我的饭馆，抢我的生意。这样的父亲实在是太不像样了。岳父，你但凡还算个父亲，就上综艺调解节目跟我们当面对质。这简直是在颠倒黑白！怎么能有人无耻到这种地步？这已经涉及到抹黑造谣了吧？师傅，咱们不能任由他们往身上泼脏水。我现在就发视频帮你澄清。这帮人真是太过分了，竟然砸店！师傅，他们太过分了，这已经是违法犯罪了，我要报警！王恒，先别急，换做以前，我可能早就气炸了。但经过沈清宁被刺这种大事之后，这些谩骂对我而言已经没什么效果了。沈清宁，你还有脸打过来？你到底想干什么？把手机给我爸。爸，现在这局面也不是我愿意的，只要你想通了，回到湘菜馆，一切都好说。别喊我爸，我没你这种女儿。你竟然上电视曝光自己父亲，从小到大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爸，我只需要回来继续给我们当大厨，你怎么就那么不听劝呢？句句理所当然，好似我活该受他使唤。这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好女儿啊！做梦！怎么样，青宁？你爸松口了吗？什么情况？他拒绝了。青宁，我们湘菜馆已经快倒闭了，你得狠下心拿主意呀。对，现在就开直播控诉他的行为。开直播？我爸身体不好，之前的视频已经引起舆论压力了，他应该会想明白吧。青宁，如果不给沈子海施压，得等到什么时候去？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仗义直言。虽然我爸爸他受人蒙蔽，执意要帮着外人，但我还是恳请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过激去攻击他，好吗？毕竟是我爸爸。青宁就是太心软、太孝顺了。岳父身体一向有问题，万一哪天他被气中风了，肯定会来问我们要医药费。现在我们饭馆入不敷出，实在是承担不起了。何止是医药费啊，这些年养老费都不知道给了他多少，他就像个填不满的窟窿。医药费、养老费，他们怎么有脸编出这种话？师傅，我实在是坐不住了，我现在就打开直播跟所有人解释清楚，我手里还有之前的转账记录。现在网友都认定了我是无良父亲，你现在上网说话，只会被网络暴力无端攻击，根本没人听真相。那就任由他们这么泼脏水。我刚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什么办法？沈师傅，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真是没想到他们几个能这么没下限，这分明是把你往死里整啊！家门不幸，让李总见笑了。哪里，我们也算是老交情了。上次您为我操办的家宴，我十分满意。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请直说。多谢李总。既然沈清宁三人想让我上综艺对峙，那我就去。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做些准备，希望您帮我调查几件事。没问题，这些事儿对我来说不难，保证2天内办完。沈师傅你就放心吧。现在可以开启直播了。各位，我就是沈自海，沈清宁的父亲。关于网上的传言，我正式宣布参加那堂综艺节目，其中到底有什么纠葛，会和沈清宁当着所有人的面对峙。清宁，江主，快过来，沈子海开直播了！没想到他真敢露面对峙。我真的要跟我爸闹到这个地步吗？清宁，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劝岳父回头，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你可不能在这时候拎不清啊。清宁，到时候一上节目你就开始哭，哭得越惨越好，咱们博取的影响啊，大家最同情弱者了。妈，我知道了。直播快开始了，沈自海先生还没到吗？哼，肯定是心虚不敢来了，干了那么多丢人的事儿，我要是他，早找个地缝钻进去，没脸见人。到底谁没脸见人，自己心里清楚。爸，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何必闹到这种地步？非要把我们逼死，对您到底有什么好处？当着观众的面，他竟然开始对我用您这种敬称了。以前在家里，他可都是直呼其名或者喊你，真是会装。亲家公，咱们都一大把年纪了，折腾什么劲儿啊？我们老一辈当父母的，活着大半辈子，不都是为了子女过得好吗？只要你愿意回湘菜馆，往事一笔勾销，父女哪有隔夜仇？爸，咱们回来本本分分过日子行吗？我求您了。哎呦，这女儿女婿也太明事理了，沈子海这次总该妥协服软了吧？不一定，
你看他那态度，冷冰冰的，还直接坐在对立面，估计是个硬茬子，不肯认账。这沈自海真是个老糊涂，身在福中不知福，放着这么懂事乖顺的女儿不要，非要帮着外人对付亲闺女，这叫什么事儿啊？直播正式开始。沈自海先生，请问沈清宁小姐之前在媒体上控诉你的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全都是一派胡言。爸，事到如今，证据确凿，您怎么还不肯承认呢？大家可别信沈自海的话，他在我们湘菜馆的时候就监守自盗，连盘花生米都偷，这种人说的话能信吗？那盘花生米是我徒弟汪恒从外面买回来炒的，街对面的煎饼铺监控记录下来了，超市的工作人员也可以作证。不仅如此，为了避嫌，那天就连炸花生米用的油和盐，都是我自个儿花钱买的。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没有监控吗？店里的监控室坏了呀！谁能想到沈自海能找着对面煎饼铺的，还有那超市工作人员的口供。我真的误会爸了。虽然我们之间是有过这个误会，但爸，你也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把我们逼入绝境啊！就是啊，如果是我，绝对不会这样伙同外人抢自己亲女儿的生意，这心肠也太狠了。爸，难道我们这么多年的父女情，竟然扛不过这点小误会吗？是啊，虎毒还不食子呢，这当爹的确实有点过分了。就因为一盘花生米，至于把亲女儿逼得在这以泪洗面吗？这报复心也太重了。沈清宁小时候生活的肯定很压抑。他们撒谎！江家母子认定师傅品行有问题，逼着师傅认错道歉，师傅怎么解释都没用。对，我们当时就在后厨，看得清清楚楚，我们都可以作证。你们做什么证？你们都是被我开除的人，本就跟我家有过节，说的话根本不能信，你们这是打击报复。口说无凭，那就视频为证。这视频是从哪儿来的？当初有帮工偷偷拍了，但一直没敢拿出来。最后我保证他能到张氏酒楼工作，他才安心把视频给了我。这女儿还是人吗？真相竟然是这样！这世上竟然有这种做女儿的，太可恨了！忘恩负义，还在这倒打一耙。我要是有这种女儿，当场就得被气死！太过分了！不是的，我没有，我当时说的都是计划，不作数的，真的不作数，真的，爸。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一直在问你们要钱，实际上我住院后，沈清林你亲自来医院，要走了这2年给我的所有生活费，1个月1000，一共要走了2万。我只是想让你回去湘菜馆，不是真的要你还钱，是你自己要还给我的。大家都听听吧。这2年，我每个月给你1000块生活费，2年就是2万4。至于你平时的吃喝，我就不要了，给你抹个零头，给我2万就行。当初我本打算退休回家，是你主动说要我去餐馆，说要给我养老，可结果呢？
你是要我去给你们做免费的大厨？在饭馆这段时间，我没拿你们一针一线，反而一直在倒贴钱。爸，你这话可就说的太离谱了！你什么时候倒贴钱了？账目上哪有这回事儿？在你看来肯定是不用钱啊，因为你和你妈图便宜，食材用的全是不新鲜的，甚至全是剩的烂的。谁家好人半夜3更去买菜？鱼是死的冻的，肉是发臭的。为了盖住那股味儿，我师傅自己掏腰包买好的调料和配菜往里填，这不算倒贴算什么？就是你们抠门到连冰箱冷冻都舍不得开，这湘菜馆要是没有沈大厨的手艺撑着，早就倒闭800回了。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连食材都要偷工减料？我只是跟妈说要省点钱，并没有苛刻到这种程度啊。我一个妇道人家，农村出来的，哪里敢花大钱？省钱是为了过日子，这不能怪我啊。妈，你怎么能这么说？当初没有跟青宁说这些，就是怕亲家母嫌我小气，坏了他们婆媳关系，也想着趁还能动，为女儿多做点什么。没曾想，我的体谅在他们眼里却成了理所当然。靠！这3个人不仅是白眼狼，还做黑心生意，这种烂肉应该给人吃。一边把人工当牛用，一边把食客当狗，心肠全黑透了。爸，您就当是为了外孙，别跟我们计较了。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只是一时糊涂，被猪油蒙了心啊！您再给女儿一次机会吧。爸，您就当是为了外孙，别跟我们计较了。这20年，我起早贪黑在后厨烟熏火燎，就为了供你读书，给你们买房买车。我以为养出的是贴心小棉袄，结果换来的却是你们的污蔑和背叛。我沈自海教女无方，今天当着全网的面，我正式宣布，我与沈清宁正式断绝父女关系。爸，不要！至于你们违约私吞以及对我造成的人格污蔑诽谤的费用，律师会来跟你们沟通，该罚该付的，1分都不能少。爸，你不能这么狠心啊！沈师傅，对不住啊，我们之前不该听信网上的谣言，还跟着骂您。您20年的手艺和人品，我们街坊心里其实有数，是我们糊涂了，您别往心里去。各位也是听信了谗言，不是出于本意，都是街坊邻居，过去就过去了。以后张氏酒楼随时欢迎大家。哥，救命啊！哥，沈自山，哥，这次你是真的得救我。那些催债的疯了，他们是真敢杀人啊！他们放话了，今晚要是见不到钱，就要了我的命。你看，这是他们给我的警告，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我死在那帮畜生手里啊！哥，你帮帮我，我们是亲兄弟呀！亲兄弟？你输红眼去偷房产证的时候，想过我是你亲哥吗？我的钱全都赔给那些白眼狼了。为了平息合约的事儿，我现在的家底比你的脸都干净，我没钱给你这种无底洞填坑。哥，你别骗我了，你现在是网红大厨，全网都在传你的直播，那是日进斗金啊！你随便漏点缝就够救我的命了，你就是诚心不想管我，想看着我死是不是？行，你不给钱是吧？那我就死在你这门口，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就死在这儿。等明天天一亮，我就让全网的人都知道国宴大厨道德模范沈自海是怎么逼死自己亲弟弟的。你看你那酒楼还开不开得下去？想活命可以，钱1分没有，但你可以留在后厨洗碗倒垃圾，管你吃住，工资1分钱不发，全部扣下来替你还债。记住了，在这儿给我老老实实的，要是敢再耍什么坏心眼儿，我就亲手送你进局子，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谢谢哥，谢谢哥救命之恩，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哼，这么大个酒楼，我就不信没有我能捞的钱。没别的办法了，现在到处都要钱，只能把那套婚房卖了，先把眼前的窟窿填上。不
沈清宁，你疯了吧？那房子是写在我儿子名下的，卖了房子我们住哪儿？让我们全家去睡大马路吗？不卖房，违约金谁还？法院要是强制执行，我们都得进去。我江家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才娶了你。当初吹牛说能带过来1000万家产，结果呢？家产没见着，反倒惹了一身骚。还有你那个亲爹，简直心狠手辣到了极点，他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吗？你怪我？妈，你有什么资格怪我？要不是江主非要拿那盘烂花生米去跟我爸较真，事情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们一家子吸血鬼，吃我的，穿我的，住我的，现在看我落魄了，就想把我一脚踢开。我告诉你们，没门儿！你居然敢这么跟我说话！沈清宁，我是你长辈，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你们小两口好啊！不了，妈，清宁，你们别吵了。没想到先前远近闻名的湘菜馆，居然沦落到这副田地，真是让人唏嘘啊！青灵，赵叔叔，赵平川，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说呢？好歹你爸沈自海也是我当年的同门师兄，听说你们家最近遭了大难，又是被告又是破产的，作为长辈，我总得来看看。原来是那个老顽固的同门，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怎么看我们笑话是吧？看我们被沈自海的老东西害得不够惨是吧？老太太，嘴巴放干净点。我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看你们婆媳掐架的。沈自海现在攀上了张家，又成了网红，他眼里早就没你们这些累赘了。他想让你们死，但我不想。你什么意思？哼，合作协议书想要翻身吗？想要让沈自海付出代价吗？只要你们配合我，不仅那点违约金不是问题，我还能让你们重新东山再起。我可以全资帮你们重开这家湘菜馆，规模要比现在的张氏酒楼大1倍。至于你们欠下的那些违约金和债务，我也一并替你们平了。赵叔叔，你跟我爸认识30多年，是同门师兄弟，你会这么好心，在这个时候帮我？认识30年，他沈自海就足足压了我30年。当年在师门，论天赋，论勤奋，我哪一点不如他？凭什么师傅临终前要把压箱底菜谱传给他，而不是传给我？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要让他看看他引以为傲的传承，我会亲手毁掉。哎呦，赵老板，您看我这老眼昏花的，您真是大慈大悲的活菩萨呀！之前是我这老太婆不对，我有眼不识泰山，林大人不计小人过，江主还不快给赵总倒水！是，赵总，您喝茶，您往后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钱我可以给，但丑话说在前面，合同签了，我就是这家店的主厨兼大股东，店里大大小小的一切，我说了算。可是这股份，清凉，你还犹豫什么呀？沈自海都当众跟你断绝关系了，他那是想要我们的命，你还念着那点父女情分干什么？就是啊，青宁，别优柔寡断了。难不成你真想看着我们一家子卖了房去睡大街？赵老板这是给我们活路，你赶紧签呀！你们说的没错，是他先不要我的，是他把我逼到这种绝境的。这张卡里的钱足够让这家湘菜馆重新开张，而且能装修的比以前更豪华。不过拿了钱就得办事，
要是能给对面张氏酒楼找点乐子，让沈自海忙得焦头烂额，那就再好不过了。哎呦，赵老板您放心，论做饭我不在行，论撒泼找麻烦还没人能比得过我。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我保管让对面的招牌不出3天就臭遍整条街。钱都在这儿了，看见对面那家张氏酒楼没？反正怎么恶心怎么来就是了。只要事情办成了，后面还有重谢。老太太，够爽快！这种活我们兄弟最拿手，你就瞧好吧，明天准保让他开不了门。人呢？赶紧给老子弄点好茶来解解渴。几位先生，菜单在桌上，您点单就行。我们这儿的茶水是按位收费的，或者您可以点一壶龙井。还要钱？你他妈开黑店呢？老子去过外边那么多高档酒楼，就没听说过喝口水还要钱的。先生，这是店里的规定，如果您不想点茶，我可以为您倒免费的白开水。哎呀，你没长眼睛啊？想烫死老子？什么破服务？就这还国宴大厨？这空调也太次了，热得出汗，椅子也硬得硌屁股。这种破地方，居然还有人来吃饭。把你们店里的招牌菜上来。大家都快来看啊！你们看，这就是所谓的国宴大厨做的菜，里面居然有瓜子皮，这哪是做菜，分明是想毒死人啊！就是，这也太脏了。国宴大厨也翻车了。大家安静一下，这位大哥，您先别喊，咱们有话好说。我们张氏酒楼的后厨每天早中晚3次全面消毒，食材都是当天采购清洗的，绝对不可能有瓜子皮。这中间肯定是误会，咱们去后台解决行吗？误会什么？事实都摆在这里了，老子亲手夹出来的，还他妈能有假？我看你们家就是个谋财害命的黑店，仗着有点名气就给客人吃瓜子皮，哥几个给我砸！这种黑心店留着也是祸害。让他砸。顺便提醒你一句，这椅子是正宗的黄花梨木，当初定制的时候一把5万。你今天砸多少，我让你赔多少。你少在那吓唬人！你有钱了不起啊？有钱就能给客人吃瓜子皮？菜里有瓜子皮是事实，大家伙都看着呢。你们卫生不过管，以后谁还敢来吃？所有的出餐，从配菜到下锅，我沈自海都亲自把控。我的厨房里连粒沙子都留不住，更何况是这么大的瓜子皮。口说无凭，你说是你把控就是你把控，证据呢？巧了，昨天刚给店里升级了360度无死角高清监控，连苍蝇的翅膀都能拍清楚。王恒，报警，顺便给律师团队打电话，我要告他们寻衅滋事、敲诈勒索以及损害商业信誉。别，沈师傅，这是误会。王恒，报警！快跑！师傅，我去抓他们！这帮孙子想坏咱们名声，非把他们扭送警局不可。别抓！师傅，这都让他们跑了，咱们有监控，一抓一个准啊！这种地痞没好处不会冒这么大风险。这几个人一看就是故意找茬的，想抹黑我们酒楼，找人悄悄跟上去。我要看看这群狗到底是谁放出来的。明白了，师傅，我亲自去。怎么可能？这所有的菜名，甚至是配图，竟然和我张氏酒楼的菜单一模一样。张氏酒楼同款菜品，国宴级水准，新店开张，全场免费，随便吃，不收1分钱。疯了！全场免费！师傅，查到了，
你猜那伙流氓最后去了哪里？去对面湘菜馆了。那家湘菜馆不仅重新开业了，而且简直是疯了。气喘匀了再说。没法匀啊，师傅，他们1比1抄袭了我们的菜单，连菜名顺序都没变。最离谱的是，他们在门口挂了巨幅屏幕，喊着全场免单，全场免费吃啊！怪不得，我就说今天中午怎么才这么点人？刚才我路过门口，好几个老顾客都被他们那边的吆喝声给勾走了。师傅，他们这是明摆着拿钱砸人，想要硬生生把我们酒楼挤兑死啊！全场免单。沈清灵那婆婆我最了解，她连买根葱都要跟人算计半天，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甚至可能血本无归的手笔，她没那个魄力，更没那个家底。您是说有人在背后支持他，故意给钱让他来跟我们唱对台剑？无论他用了什么卑劣手段，找了谁当靠山，都跟我们无关。传我的话下去，不管对面闹得有多凶，张氏酒楼绝不降价，也绝不搞任何花里胡哨的促销活动。可是师傅，这样下去，客人都要跑光了。跑得掉的是凑热闹的胃，跑不掉的是懂味道的嘴。他们愿意烧钱，就让他们烧个够。我们只做一件事，守住灶台，把每一道菜做到极致。王恒，去检查一下今天的鱼，有一丝不新鲜都给我退回去，哪怕只有1桌客人，也要让他吃到真正的国宴水准。这张氏酒楼真是邪了门了，咱们全场免单，他们那边居然还有不少回头客，生意虽然被抢走一部分，但依旧红火得很。意料之中，我爸做了30年，那些老邻居认的是他的手艺和口碑，光靠免单很难彻底把人抢死。你们最了解沈自海，就该知道他的软肋。一个饭店光有大厨没用，得有手脚。赵总提醒的对，咱们直接砸钱挖人，从帮厨到跑堂的服务员，只要是活口，全给他挖过来，谁会跟钱过不去？只要能让他后厨瘫痪，钱不是问题，立马去办。怎么回事？我这菜都下单1个小时了，还没上齐。哎，这盘红烧肉不是我点的，你们怎么上错了？到底怎么回事？后厨怎么断档了？人都去哪儿了？汪哥，这几天陆陆续续有3个帮厨5个服务员辞职了，刚才又有2个说家里有事，直接不来了，全跳槽去了对面。怎么会？我给的工资福利已经是行业天花板了。对面开出3倍工资，还上4休3，大家都是打工的，心都飞了。到底还有完没完了？我这道小炒肉催了3次了，我是来吃饭的还是来修仙的？快饿死了！别等了，这什么破服务？没见过这么差的店，以后请我都不来。走。各位，实在对不起，今天后厨出了点突发状况，马上就给各位上齐，这顿饭给各位打8折，求大家再等等。哟，汪总，忙着呢，我看你这后头都要起火了，那帮服务员都跑光了吧？四山叔，您就别在这儿添乱了，没看我这正救火呢吗？我是来帮你救火的呀！你看，我也能端盘子，能收桌子，不过这可不在我洗碗的合同里，得加钱。加，只要你现在能动起来，今天按3倍工资给你算。成嘞，有钱好办事儿，看我的吧！谁让你进来的？你不是负责洗碗后勤吗？哥，现在前头都没啥服务员了，汪总急得都要跳楼了，我这不也是为了咱家的生意顶上来帮帮忙吗？人呢？人都去哪儿了？师傅，是真的，今天早上好几个帮厨和切配都没来，电话也打不通，听说是去对面了。先不管这些，不管还剩几个人，只要灶火没灭，就得把饭做好，不能让外头的顾客饿着肚子走，这是厨子的本分。哥，你看我这手脚也挺利索，要不我也跟你学学做菜，多个人多个帮手嘛。闭嘴！你给我听好了，你只负责上菜，动作给我麻利点，不准出错，更别给我动什么歪心思。要是让我发现你手脚不干净，立刻给我滚蛋！哪能呢，哥，我肯定保证不出错，我这就去。
师傅，对面那家湘菜馆简直疯了，他们不仅挖走了我们的领班，连几个做了3年的老帮厨都被他们拿3倍工资砸走了。再这么下去，咱们连开火的人手都不够了。腿长在他们自己身上，想走留也留不住。人手不够就再招，这世上想学真本事的人多的是，钱能买走劳动力，买不走人心。可是师傅，咱们现在的菜色虽然口碑稳，但对面全场免单，现在又超了我们的装修，客人们都说咱们这不划算，性价比这道坎儿，咱们怎么跨？谁说我要跟他们拼性价比？尝尝。这口感，陈皮的沉香完全渗进了牛肉，还有这袋子，明明是粤菜的做法，却带着一股极其高级的香辣余味。师傅，您的厨艺造诣简直登峰造极。这3道菜是我结合了国宴技法和地方风味研发的融合菜，从明天起就是咱们店的新招牌。记住，钱能买走人，但做饭的灵感和灵魂他们剽窃不走。我懂了，师傅。哥你辛苦了，你看这中午多亏我前后跑腿，不然这前厅非得乱套不可。活干完了，干完了。哥，你看我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奖金以后只要你老实干活，工资给你涨1000。谢谢哥，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给您丢脸。赵总，您看沈自海果然留了后手，这是他刚弄出来的3道新招牌菜，连配料比例我都弄到了。融合菜，沈自海呀，沈自海，你还是这么自负。这种技法虽然精妙，但在我眼里不过是几道公式罢了。赵老板，您能做出来吗？不出3天，我会让这3道菜出现在我们的菜单上，而且我会把它们拆解得更适合走量。那价格呢？价格定在张氏酒楼的1半。我要让沈自海明白，他苦心钻研的艺术品，在我手里不过是用来击垮他的廉价筹码。好，太好了！只要价格一压下去，我看谁还去他那破酒楼吃？相信很快张氏酒楼就要撑不下去。各位老邻居、老食客，快瞧瞧，这是咱们主厨闭关数日、呕心沥血研发出的3道融合新菜——陈皮慢炖牛肋骨。这味道全程独一份，绝对让您惊艳。王经理，你这消息也太滞后了吧，还全程独一份呢。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可是我师傅昨晚才定稿的。别吹了，对面新湘菜馆昨天下午就上这几道菜了，人家那儿叫跨界牛肋骨，味道跟你这描述的一模一样，价格还比你便宜1半。怎么可能？那是师傅的灵感和心血，他们怎么可能？自己看吧，高清大图，连摆盘都跟你们家一模一样。我说汪经理，你们家现在是不是落伍了？光靠打情怀牌可不行，性价比太低了。师傅您快出来！沈师傅，你看，这几道菜我还没完全研究成熟，连配料比例都还在微调，对面竟然已经上市了，回回都赶在我们前面，这其中肯定有鬼。别急，那些不过是开胃小菜，被学去了也无伤大雅。哟，沈师傅，听您这意思还有大招？各位，实不相瞒，我手里还压着一道真正的压轴大菜——金玉满堂乾坤鸭。这道菜工艺复杂，我本想留到下个月庆典，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我今晚就开始试菜，明早准时推出，包管让各位眼前一亮。好，沈大师亲自放话，那我们明天一定来捧场。明天一定就来。赵总，快看，这是沈自海传出来的视频教程，连火候和放盐的克数都录得清清楚楚。乾坤鸭，既然沈自海说明早推出，那我就今晚连夜上市。还是咱们动作快，赶紧让后厨照着做，咱们今晚就打出广告，让姓沈的明天一早出来直接撞墙。这么便宜的国宴大菜，得赶紧用把呸！一股苦味儿，腥臭气！哎呀，我肚子疼！这什么东西？一股苦味儿，还有股腥臭气儿，这鸭子没洗干净还是坏了？这肉是生的吧？里面全是血水，你们这是杀人餐厅吧？这种垃圾也敢卖？退钱，赔医药费！别乱说，这可是按照
按照最正宗的方子做的。赵总，不对劲啊！那视频里的方子配料全是相克的，火候越久味道越苦，这菜根本没法吃啊！师傅，神了，真让您给料着了。对面那家湘菜馆推出的乾坤鸭彻底翻车了，现在门口围了几十号人，又吐又骂，连救护车都来了。听说那帮食客正聚众闹事要说法呢，警察都快到了。意料之中的是，师傅，我一直纳闷，那视频里的步骤我看您做的挺真，怎么他们做出来就成了毒药了？既然知道店里有内鬼，我怎么可能把真房子亮出来？我故意改了几味关键调料的投放顺序，还加了几样相克的药材。这菜火候不到是生的，火候一到就是苦的，吃下去不吐才怪。姜还是老的辣，这招反客为主玩得漂亮。不过师傅，这内鬼咱们就这么放任他在后厨？后厨是我的地盘，想把这只耗子揪出来还不简单。但我现在更想知道的是，沈清灵婆婆背后那个出谋划策的老板到底是谁？能一眼看穿我融合菜逻辑的人，绝不是泛泛之辈。师傅，这件事交给我，我今天非得把那个缩头乌龟的底给摸清楚不可。小心行事，别打草惊蛇。赵总，现在外头全乱套了，那几道菜吃坏了好几个人，沈子海一定是故意设套坑咱们，现在怎么办啊？慌什么？一点小事就自乱阵脚。沈子海想跟我玩阴的，他还嫩了点。既然他想玩，那我就陪他玩场大的。您的意思是，既然张氏酒楼的名声还没臭，那我们就帮他加一把火，让他彻底翻不了身。师傅，我查到了，背后的人是赵。汪恒这小子平时最准时，怎么还没回来复命？喂，汪恒，请问是沈自海先生吗？这里是交警大队，汪恒在湘菜馆后巷遭遇严重车祸，伤者正在市中心医院抢救。你说什么？车祸？师傅，您来了。发生什么了？那六神被车撞了。师傅，别难受，我没事，死不了。而且您交代的任务我完成了。都还管什么任务了？师傅，看视频，我拍到了那个跟江主接头的人。赵平川，原来是他。厨艺比不过，就开始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挖我的人，偷我的方子。师傅，您认识他？何止是认识，说起来都是认识几十年的老相识了，只不过一直不对付。这样下去不行，冤冤相报何时了？看来有必要彻底解决一下。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交给我解决。你们看没看到张氏酒楼的大门都关了好几天了，连个鬼影都没有？我看沈子海这回是彻底混不下去了，缩在里头当王八呢。妈，这还用说吗？有赵总亲自坐镇，又是断他人手，又是劫他财路，那破酒楼倒闭是迟早的事儿。我看也就是这3、5天的事儿了。光靠我爸一个人肯定撑不起来，没准过几天他就会回来找我们了。原本我还在发愁，该怎么给这把火再添点柴。谁知道那个叫汪恒的，居然自己出了意外。沈子海现在估计正抱着他那残废徒弟哭呢，大快人心。岳父，当初离开的时候，你不是当众发过誓，这辈子再也不会踏入这里半步吗？怎么，这才几天就自食其言，上赶着回来了？还能干什么？没看见张氏酒楼都关门大吉了吗？我看是走投无路，混不下去了，想回来求咱们收留吧。闭嘴！赵平川，好久不见，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和以前一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沈子海，你装出这种兴师问罪的样子干什么？你那宝贝徒弟被撞，是他自己没长眼，跟我们可没关系。沈子海，饭可乱吃，话不能乱讲。我可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商业竞争本质。说到底，你还是冲我来的。
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没必要牵扯其他人。沈子海，饭可乱吃，话不能乱讲。我可是遵纪守法的生意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商业竞争本质。说到底，你还是冲我来的。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没必要牵扯其他人。沈清灵，之前发生了这么多事，你参与了多少？有没有你的主意？爸，我才是你的女儿，你为了个徒弟来质问自己的亲生女儿，这像话吗？沈清灵，我是该好好教教你了，你太让我失望了。爸，你打我，从小到大你从没打过我。沈清灵，你听好了，这一巴掌我不是作为父亲打的，而是替你在天有灵的妈妈打的。你与其在这儿浪费口舌，搞什么家长里短的戏码，我劝你不如多花点时间去医院陪陪你那个宝贝徒弟。听说撞得不轻啊？你说那双腿以后要是残废了，他还能站在灶台前拿锅铲吗？一个废人厨子，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赵平川，这么多年过去了，你除了会用这些见不得光的下三滥本事，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你只能靠落井下石来维持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真是可悲。我可悲？沈子海，你以为你还是当年那个呼风唤雨的厨神？现在的你不过是个守着破店等死的丧家犬。既然你觉得我没长进，那我们就当着全国人民的面比划比划。这是顶级综艺《厨神争霸》的直播挑战书，全公开、全透明、全国直播。综艺直播？没错，3局2胜。沈子海，你有种就跟我上台，我们要签生死契，输的人永远滚出厨师界，这辈子不准再碰锅铲，你敢吗？刚才不是还挺横吗？怎么现在哑巴了？怕了？要么接受，在台上输个痛快，要么现在就滚出这里，永远缩在你的破酒楼里当缩头乌龟。我接受。紧急报告，本市2位超级名厨将在近日进行厨王争霸生死巅峰对决。师傅，新闻上说的是真的吗？您真的答应跟赵平川那个疯子签生死局了？是真的。师傅，赵平川这阵子又是免单又是挖人，他是有备而来啊。怎么，跟了我这么久，难道你觉得我会输？我坚信师傅您不会输。论厨艺，10个赵平川也不是您的对手。可是，这次厨神大赛的规则改了，并不是只靠单人比拼。第一轮是学徒对学徒，赵平川那边肯定会派他手下最顶尖的学徒，甚至可能从省城高薪挖人。可我这双腿，偏偏在这个时候骨折了，我上不了场，我这是在拖您的后腿啊！别想那么多，安心养伤。学徒赛的事儿换小刘上就行。只要我在，张氏酒楼的天就塌不下来，一切有我。小刘怎么还不接电话？各位观众，厨神大赛第1轮师徒传承赛即将开始，请双方学徒尽快就位，倒计时3分钟。沈子海，你那个得意门儿汪恒还在医院里躺着吧？没学徒上场，我看你这第1轮怎么比？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说不定等会儿我赢了，还能给你留口饭吃。时间还没到，你急什么？最后60秒，张氏酒楼学徒若再不现身，将视为自动弃权。沈师傅，对不起，高速上出了连环车祸，整条路被封死了，救援车都进不来，我根本走不了啊！哈哈哈，连老天爷都不帮你啊，沈子海！你平时不是自诩名师出高徒吗？怎么到了生死关头，身边连个能打下手的人都没有？师傅，您就别难为沈大厨了，没了汪恒，他那些徒弟全是酒囊饭袋。岳父，没学徒上场可是直接判负的。您这厨神招牌，今天怕是要摘下来当柴烧了。沈师傅，还有最后50秒，如果您的学徒再不到位，根据规则，
第一轮师徒传承将视为弃权，您的总分将直接落后30分。搞什么？还没比呢就要输了？听说沈师傅的大徒弟腿断了，这不得被对面钻了空子？哎，可惜了。谁说张氏酒楼没人了？汪恒，师傅，我这条命是您给的，这只手还能拿刀。想要我师傅的招牌，先问问我同不同意。汪恒，你胡闹什么？医生说你起码要静养3个月，谁让你出院的？赶紧给我回去！师傅，这种时候我怎么能回去？小刘堵在路上，如果我不来，张氏酒楼今天就得不战而败。我绝不能看着您辛苦经营一辈子的名声毁在赵平川这种小人手里。好孩子。裁判，我抗议，这不符合规定。出身大赛是神圣的舞台，他连站都站不稳，怎么能参加比赛？这简直是拉低了比赛的档次。哼，怎么怕了？怕你自己四肢健全，最后却输给我这个坐轮椅的？做饭靠的是手和脑子，不是靠腿。要是你们连个残疾人都比不过，我劝你也别在这丢人现眼了，直接原地弃权认输，回家抱孩子去吧。你个死瘸子，我看你等会儿怎么动！规则中并未规定残障人士不得参赛，只要能独立完成菜品即为有效。我宣布，第一轮师徒传承赛正式开始。单手颠勺，这力度，这平衡感，简直绝了！不愧是沈子海带出来的徒弟，这身傲骨和手艺真的牛逼！时间到，请双方停止操作。张氏酒楼，汪恒，请评委品鉴。真是不可思议，在学徒汪恒带双上阵单手操作的极端劣势下，他凭借精湛的刀工和失传的颠勺绝技，最终以3分之差险胜。我宣布，第一局师徒传承赛，张氏酒楼胜。师傅，我没丢您的脸。做得好，你是我的骄傲。废物，给你投了那么多钱，让你用最好的食材，你竟然输给一个坐轮椅的死瘸子！赵总，是那小子的招式太古怪了，我没防备。第一局输了，如果再输一把，我赵平川这辈子就彻底完了。沈子海，你以为凭实力就能赢？天真。喂，是我。局势有变，那张牌该翻过来了。各位，明人不说暗话，第2轮是盲品赛，只要你们3个动动手指，沈子海就算做出龙肉来，他也得输。赵总，这沈子海的名气太大了，万一差距太明显，我们会被观众看出来的。各位都是有本事的人，差距问题，相信你们会自行解决。大家都是同行，互惠互利才是真。相信各位也不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你这是威胁？哼，怎么能叫威胁呢？这叫资源整合。只要沈子海倒了，这华南地区的餐饮协会还不是各位说了算？成交！成交！哈哈哈哈哈！沈子海，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翻身？欢迎来到厨神大赛第2轮的比赛现场。第一局张氏酒楼拔得头筹，而这一局双方将派出2号学徒进行基本功的比拼。究竟是张氏酒楼一鼓作气，还是新乡菜馆绝地反击？让我们拭目以待。沈师傅，我心跳的好快，汪恒哥都拼成那样了，我要是搞砸了，我就是酒楼的罪人。别去看镜头，也别去想输赢，就把这儿当成咱们酒楼的后厨，平常心对待就行。记住，你的刀就是你的心。是，师傅。
爸，是不是没想到这一局对手会是我？青宁，看来双方选手的渊源颇深啊。废话不多说，第2轮比赛切丝与火候，现在开始。平川，这一局的结果已经很明显了。咱们认识了30多年，从当初学徒时睡大通铺到现在，没必要非得走到绝路上。怎么，沈大厨这是在跟我忆往昔峥嵘岁月？趁现在结果还没公布，你认输吧。只要你收手，那个输者退出厨坛的生死局，我可以当没签过。沈子海呀，沈子海，你还是那么自以为是，总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你得意的太早了，在这个世界上，能决定输赢的，从来不仅仅是灶台上那点手艺。你什么意思？各位观众，经过5位评委的严格评审，第2轮基本功之战的得分已经出来了。第2轮获胜者是新乡菜馆沈清灵。什么？这不可能！不，这怎么可能？我的刀工明显比他……黑幕，绝对有黑幕！那豆腐丝切成那样也能拿满分，你们收了多少钱呀？不要脸！听到了吗，师兄？这就是规则。我要求申诉，请各位评委给出具体的理由。我徒弟的文思豆腐，刀工细如发丝，汤头清澈见底，究竟哪一点输给了对面那盆粗制滥造的东西？沈师傅，请注意你的态度，我们是专业评委，看的是综合素养。你徒弟的菜虽然刀工尚可，但汤底调味过重，掩盖了豆腐本身的清香，这叫喧宾夺主。没错，而且这火候也过了，豆腐丝入口即化是不假，但少了那股子韧劲儿。反观沈清灵小姐的作品，虽然刀工略逊，但胜在灵气十足，完美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灵气，调味重，你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这汤我亲自尝过，除了盐和泉水，连一粒味精都没放，何来调味过重？你们这是指鹿为马！沈子海，输不起就直说嘛，在那儿大呼小叫的给谁看呢？你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总觉得自己那套老掉牙的东西是圣旨。爸，在这儿闹只会丢了您的身份。这些都是圈内最专业的评委，你公然质疑评分，就是对大赛制度的挑衅。按照规矩，这是违规，可以直接判你出局的。制度，专业，青宁，你摸着良心问问，这局你是怎么赢的？爸，你应该高兴才对，我做的这一手好菜，精髓可都是源自您啊！我能赢，说明我深得您的真传，这不正好说明我们是亲生父女吗？评委的判定即为最终结果，不予更改。青宁，你以为你赢的是一局比赛？你帮着外人，亲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推到对立线上，让全天下的人看咱们沈家的笑话。哼，沈大厨，说不过就开始论资造辈，比不过就开始打亲情牌了。你是看自己快输得倾家荡产了，所以想求女儿放你。赵平川，你这个卑鄙小人！坐下。各位评委，这世上的路很多，有的路宽，有的路窄，但有些钱拿了是要烫手的。烫手的钱？师傅，您的意思是，难道是赵平川收买了评委？怪不得我们的菜明明更好，他们却睁着眼说瞎话。赵平川竟然在厨神大赛搞黑幕！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没证据的诬陷，我是可以告你诽谤的。证据，在这行混，菜品就是最好的证据。赵平川，下一局我会让你知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全是垃圾。师傅，今天那3个评委的表现你也看到了，赵平川已经把路封死了。如果明天的评委全部被收买，那我们该怎么办？
明天将是必输之赌。师傅，张氏酒楼倒闭也无所谓，大不了咱们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可是那份生死状，不能让您自断双手啊！都是因为我，要不是我大意被人撞断腿，您根本不用接这种局，更不用拿这双切了一辈子菜的手去赌。是我害了您。王恒，抬起头来。既然避无可避，那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赵平川觉得他能买通人心，但他买不通天下人的嘴。师傅，您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已经有对策了？您想到破局的办法了，对不对？他想要我的手，也得看他有没有那个胃口吞下去。二叔，这里面的钱足够你下半辈子在国外花了。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做，这张卡现在就是你的。这可是我亲哥，要是被他发现，他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亲哥，你欠下那几百万高利贷的时候，你那个亲哥除了让你去刷碗，还给过你什么？二叔，这是你最后翻身的机会，别给脸不要脸。别，我干还不行吗？侄女婿，我一定办得滴水不漏。哥，这可不能怪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年头，谁能拒绝得了金钱的诱惑呀？万众瞩目的时刻终于到了，欢迎来到厨神大赛全球总决赛。今天站在台上的两位，不仅是厨艺界的泰山北斗，更是曾经同出一门的师兄弟。据可靠消息，双方已签下生死状。今日一战，输者不仅要输掉名声，更要从此自废双手，永世告别厨师界。赵平川，新派湘菜之王，干掉那个老古董。沈师傅的手艺才是无敌的，张氏酒楼必胜！哈哈哈哈哈！为了保证这场巅峰对决的绝对公平，节目组临时决定将原有的5位评委扩充至7位，新增的2名评委将拥有独立的1票否决建议权。这是怎么回事？那5个老家伙我明明已经搞定了，这多出来的2个是谁？赵总，我也刚收到消息，半小时前，节目组突然进了一个新投资方，一掷千金，直接砸了1个亿的赞助费。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增加2名由他们指定的专业评委。导演组那帮见钱眼开的货，根本拒绝不了啊！新资方在这个节骨眼上砸钱，这是要跟我作对的。下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本届大赛的荣誉赞助商，也是本次决赛的特邀首席评委李总入场。竟然是他！赵平川，真正的博弈现在才开始。我没看错吧？那是李总，咱们本市的首富啊！他名下的产业遍布全国，平时连财经访谈都不参加，今天居然出山来给厨艺大赛当评委。这你就不懂了吧？业内早有传闻，沈自海沈师傅跟李总交情不浅。李总这次露面，明摆着是冲着沈自海去的。有这位爷坐镇，谁还敢搞小动作？
赵总，好像不仅是人数增多，咱们之前喂饱的那几个评委，刚才全被节目组以违规名义撤换了。现在的评委全是李总带来的专业审计和美食家。沈子海，你行啊，藏得够深的。我还以为你真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结果呢，还不是一样请动了首富来压阵。赵平川，你想说什么？哼，别装了，口口声声说我卑鄙，结果你自己也是个只会动用关系玩弄资本的小人。这比赛还没开始，你就已经把裁判都换成自己人了，这叫哪门子的公平？你错了，之前的评委之所以被换掉，是因为他们涉嫌大规模受贿，就在刚才已经被纪委和公安的人带走了。至于他们为什么受贿，受了谁的贿，背后的原因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请李总来，不是为了偏袒我，而是为了让这场比赛能干干净净的比完。我沈子海问心无愧。问心无愧，好一个问心无愧！沈子海，你以为换了评委就能一帆风顺了吗？厨子比的是手艺，可要是连像样的食材都没有，我看你拿什么赢我？各位，厨神大赛总决赛的规则只有一条，由主厨自备食材。因为真正的顶尖厨师，从食材的挑选、运输到处理，都必须亲力亲为，这是对美食最基本的敬畏。各位请看，这是我专门从南非空运而来的2头干鲍，这是深海蓝鳍金枪鱼最肥美的腹肉，还有这株野生长白山百年参王。为了这顿盛宴，我耗资千万，只为让各位品尝到这世间最珍贵的滋味。那么，沈大厨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顶级惊喜呢？请揭晓。怎么会？哦，什么味道？沈子海是在冷库里装了垃圾吗？沈子海，今天李总和这么多美食界的泰斗、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在这儿坐着，你就拿这些发臭的烂东西来敷衍人？各位评委，沈子海这是在公然羞辱大赛，羞辱各位的人格。他这是觉得各位不配吃好东西，只配吃这些喂猪的烂肉吗？你这么对待他们，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师傅，我昨晚明明亲自检查过食材，每一块都是我看着放进保险箱的，绝对没有任何问题。是谁？是谁动了手脚？妈，您看这出戏精彩吧？这可都是儿子的杰作，沈子海想翻身，下辈子吧。好儿子，真有出息，就该这么办。我看沈子海这次还怎么嚣张，身败名裂就在今天。我要看着他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赶出厨艺界。爸，这些东西一看就不只是坏了那么简单，这上面都长了霉斑，说不定吃下去都要死人的。您就算再怎么不重视这场比赛，也不能拿观众和评委的性命开玩笑啊！这种烂肉也敢端上来？亏我以前还觉得他是厨神，这专业态度也太差了，简直是业界的耻辱。裁判！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现在连一片能下锅的叶子都没有。我建议立刻宣布沈子海弃权，让他滚下这个舞台。李总，各位评委，这按照章程，如果选手无法提供合格食材，确实只能判定。谁说我要弃权？沈子海，你那箱子里全是臭不可闻的烂肉，拿什么比？拿你的命比吗？赵平川，你记住了，厨艺的本质是化腐朽为神奇。真正的强者从来不拘泥于环境，更不会被一堆烂肉困住手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卖弄情怀呢？你那箱子比垃圾桶还脏，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空手套白狼。既然选手坚持，我宣布厨神大赛总决赛巅峰对决正式开始，计时3小时。师傅，我现在就给酒楼打电话，让他们把备用食材送过来，或者我让人去附近的菜市场抢最好的货，您等我。不用。师傅，这就是您的后手。王恒，开火，我们今天就做这个。
我没看错吧？白菜豆腐，他要拿白菜豆腐去对抗人家的山珍海味。这沈子海是彻底放弃治疗了吧？这跟自杀有什么区别？必输无疑啊！白菜豆腐，沈子海，你是想提前给自己做顿散伙饭吗？哈哈哈哈哈哈！大道至简。师傅，真的能行吗？对面可是两头霸和百年参，咱们这白菜豆腐……稳住心态，把火控在文火，不要看台下。记住，能决定胜负的从来不是食材的好坏，而是烹饪的技巧和这颗做菜的心。这种律动感，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各位评委，请品尝，这道菜汇聚了深海与高山的精华，每一口都是金钱与时间的结晶，鲜美绝伦。这鲍鱼的火候恰到好处，参味入骨，绝了！这种层次感确实只有顶级食材才能堆砌出来。赵主厨费心了。哈哈，沈子海，你看看人家这叫菜，你那叫什么？白水煮菜叶子。这种东西完全拿不出手，简直是丢尽了厨师的脸。沈子海，我劝你趁早认输，自己把那双手剁了，还能走得体面一点，别在这儿碍眼了。李总，请。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汤看着像清水，入口却是醇厚至极的肉香，舌尖竟然还有一种如丝绸般的顺滑感。沈大厨，请务必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做到的？用最简单的白菜和豆腐，竟然做出了完全碾压顶级鲍鱼的鲜美，这简直是神迹！所谓开水白菜，其精髓不在菜，而在那碗开水。我用母鸡、火腿、排骨吊汤数十小时，再以肉蓉反复吸附杂质，方得这碗清澈见底，却浓缩了百味精华的汤头。以极繁入极简，这才是中国菜的武器。不可能！我不信，这绝对是假的！你加了料，沈子海，你一定是在里面加了某种违禁的化学增鲜剂，否则这白水里怎么会有这种味道？你作弊！各位评委，他在作弊！赵平川，够了！我李某人吃过的山珍海味不计其数，这汤里有没有科技与狠活，我的舌头比你清楚。沈大厨的汤底纯正温润，那是时间的味道。你输不起，就想往别人身上泼脏水吗？李总，谁不知道你和他交情深厚？你当然替他说公道话。这比赛不公平，你放肆！赵平川，既然你还是不服，那我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主持人，把这些汤分给现场的观众，好坏与否不用评委说，让老百姓的嘴来评判。天哪，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吃的汤，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谁说沈师傅弃权了？这才是真正的厨神！沈师傅万岁！我宣布，本届厨神大赛总决赛的最终胜者是张氏酒楼沈自海。输了，我竟然输给了一颗白菜。赵平川，还记得开赛前的赌约吗？输的人要从此自断双手，告别厨师界。现在胜负已分，你是自己动手，还是等我帮你？为什么？为什么我用了最好的食材，甚至动用了所有的关系，却还是永远比不过你？
沈自海，你到底凭什么？王恒，算了，我沈自海是拿菜刀的厨子，不是混黑社会的，我不需要谁的手，也不会把人逼到那种绝路去。施舍我，沈自海，你以为你放过我就会感激你吗？赵平川，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之所以会输，是因为你早就丢掉了厨师的本心。你为了赢，无所不用其极。一个心里只装着算计的人，他的菜是不会有灵魂的。从你决定用手段作弊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会输给我。你不配再当一个主厨，更不配站在这个灶台后面。就算我输了厨艺又怎样？你没有证据证明那些事儿是我做的。只要我走出这道门，我依然有的是钱翻身。我绝不会感激你这种虚伪的仁慈。他有大量不想跟你计较，但我李某人眼里揉不得沙子。拦住他！逃跑的沈自山已经被我的人抓获了，他已经全部招了，包括江竹如何让他潜入冷库破坏食材，以及你们两人如何内外勾结控制评委。你们涉嫌商业诈骗及故意毁坏财物罪，必须去公安局接受调查。你们不能带走他！亲家公，沈大厨，求求你放过江竹吧！以前是我们不对，是我们猪油蒙了心，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法律不是买卖，江夫人，你求错人了。青宁，你快说话呀！那是你老公，快求求你爸，他最疼你了，只要你开口，他一定会心软的，快跪下求他呀！爸，别叫我爸。沈清宁，从你帮着外人算计张氏酒楼，从你为了名利不手段的那天起，我就早就不把你当女儿了。至于怎么处理他们，那是警察和法律的事。爸，我错了，求求你，求你原谅我，我真的知道错了。江竹进了派出所，江母因为心梗住院，江家彻底倒了。你是因为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想起自己还有个被你亲手抛弃的老父亲吗？不是的，不是因为这个。爸，我看着江家散了，我才发现以前追求的那些名利都是假的。我只是想求得你的原谅，我想回家。回家？沈清宁，你看看这雨，落下去的水还能收回来吗？我们原本可以有一个最幸福和谐的家庭。我可以教你做菜，我们可以父慈女孝，守着酒楼过一辈子。爸，已经毁掉的东西，再也挽回不了了。走吧，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这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撑伞。哈哈哈！各位慢用，今天的白菜豆腐汤可是我师傅掌勺。所有人在，开火！